我们先来讲个小故事。有一位网友 Tom， 他在2021年牛市最火爆的时候进入股市，然后在2022年这个下跌行情中损失惨重。他无法忍受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在股市中消失，最终他还是忍不住卖掉了大部分股票。然而就在他卖出之后不久，市场就逐渐反弹，目前指数即将创出历史新高了。如果他当时不卖出股票，而是继续持有，甚至在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增加投入，那么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Tom 的这个故事呢，我想其实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好，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市场都已经快创新高了， Tom 是应该重新进入市场增加投资呢，还是趁着市场反弹赶紧把剩余的股票都退出来呢？他担心的是，万一再来一次20%的大跌怎么办？万一就像人们说的经济衰退要来了怎么办？ Tom 是该买呢，是该卖呢，还是该买呢？先不着急，看完这期节目，我相信你心中会有答案的。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能够确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率方向上面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就叫做模糊正确。举个例子来说，假设 Tom 去参加一个抽奖活动，有 A、B、C 3个袋子，每个袋子里装有10个彩球， A 袋子里有4个绿色球、3个黄色球和3个红色球， B 袋子里有2个绿球、4个黄球和4个红球， C 袋子里有1个绿球、2个黄球和7个红球。游戏的规则是这样， Tom 每次只能挑选一个袋子，随机抽取1个彩球，每次抽奖的参与费用是1000元。如果抽到绿色球可以获得3000元，如果抽到黄色球可以获得1000元，如果抽到红色球获得0元。你认为他应该选择哪一个袋子进行抽奖呢？ A 袋子、B 袋子还是 C 袋子？如果完全凭直觉来看， A 袋子里的红色球最少，绿色球最多，所以选择 A 袋子获利的可能性更高。从概率演算上来看， A 袋子的预期收益是1500元，减去参与费用之后的预期净收益是500元， B 袋子的预期净收益是0元， C 袋子的预期净收益是-500元。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Tom 应该参加 A 袋子的抽奖，预期收益是最高的。但是请注意，即使 A 袋子的预期收益最高，但它也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利。 Tom 依然有可能会在 A 袋子里面抽到红色球。不过这里有一个模糊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 Tom 在 A 袋子里抽到绿球的可能性要比其他2个袋子高得多。在投资的世界里也是一样，优秀的投资者他们只选择 A 袋子，这种模糊正确的方向感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高收益。而 Tom 他只是随机的选择了一个袋子，能不能获利就全靠运气了。当然在真实的投资世界里， A、B、C 3种袋子的数量是会发生变化的。有时候 A 袋子的数量比较多，这个时候获利的概率比较大，普通投资者甚至可以获得高于专业投资者的回报。但是有时候 C 袋子的数量会比较多，即使是专业投资者也很难获利。因此很显然 Tom 需要在 A 袋子比较多的时候去做选择，选中 A 袋子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这样投资就变得简单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辨别出什么时候这个市场上的 A 袋子比较多呢？前面我们说到过，如果 Tom 没有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卖掉股票，他现在可能已经盈利了。他之所以会在恐慌中卖掉了他的头寸，是因为他不了解市场周期，他认为股市会一直下跌，会深不见底，他担心更多的损失，所以卖掉了股票。其实股市不是像他想象的这样子，股市存在周期性，股市涨到一定程度就会下跌，跌到一定程度又会上涨，这种周而复始的涨跌的这种行为就叫做市场周期。市场周期围绕着长期趋势或者叫做均值上下波动，上升的长期趋势是由经济规模扩大和企业盈利增长推动的。市场周期通常会表现出以下行为特征： A. 从过度低位回归均值， B. 越过均值走向极端高位， C. 达到高点， D. 再次从高位
回归均值 ；E 继续穿越均值，走向极端低位 ；F 到达低点 ；G 再次回归均值。市场的运动就像钟摆一样，从乐观贪婪的人性之极摆动到悲观恐惧的人性之极，然后再次逆转。乔治·索罗斯把这种市场行为称之为 boom bust 模式。过于极端的市场行为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它必然会受到长期趋势的牵引，这就是引力回归。当股票价格相对于它的收益来说显得过于昂贵的时候，当投资者变得更加风险厌恶的时候，下一个崩盘或者调整就会出现。巴菲特有这么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怎样准确翻译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在市场运行到这个极端的时候，聪明的投资者已经感受到了风险了，而 Tom 却完全察觉不到。而当 Tom 感觉到风险的时候，聪明的投资者已经不再恐惧了。市场周期行为其实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的一种情绪行为的体现。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所以市场周期才有规律可循。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是押韵的。在人性之极的高位时，市场上的 C 带子的数量大幅增加，而在人性之极的低位时，市场上到处都是 A 带子。那么怎样识别市场上的人性之极呢？这就要说到影响市场周期的4个主要因素。市场周期由4个主要的因素推动。第一，经济周期也称之为商业周期，是指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之间的经济波动。我们通过观察 GDP、利率、就业和消费者支出这些经济数据的变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当前的经济周期处在哪个阶段。第二，叫利润周期。利润理论上说就是商业盈余，商业盈余的状况表达了企业的发展状况。总体上说，经济扩张期企业的收入会增加，利润也会相应增加；经济收缩期企业的收入会减少，相应的利润也会减少。不同的行业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从全局上来看，利润周期是与经济周期所相适应的。企业的利润是决定股市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使用市盈率，也就是价格除以每股盈利，来评估股票价格相对于企业利润的高低。第三个叫做信贷周期。信贷膨胀期，资产价格上涨，贷款违约率下降，融资更容易，就会有更多的借贷产生，流动性好，从而推高资产价格。信贷收缩期，资产价格下跌，违约率提高，融资变得困难，借贷减少，流动性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信贷周期其实表达了现实的商业环境当中通过贷款来获得增长杠杆的愿望和实际效果。一方面，企业通过信贷来加速成长；另外一方面，新的信贷可以用来滚动旧的信贷。无法获得新的债务，可能会导致一些公司的旧债务违约。信贷呢是一个双刃剑。经济好的时候，信贷杠杆可以让企业加速增长；经济不好的时候，会让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甚至会违约破产。影响市场周期的第4个主要因素叫做心理周期，或者叫做情绪周期。情绪是股市波动的主要原因。当市场情绪乐观的时候，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度就非常高，坏消息会被忽略；当市场情绪悲观的时候，风险偏好降低，一切好消息都被视而不见，一切坏消息都会被无限放大，导致进一步的恐慌。这4大因素呢，也可以把它归纳成2类大的因素，一类叫做基本面，一类叫做情绪。基本面和情绪，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被称之为叫做反身性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关系。很多时候，情绪会先于基本面做出方向上的选择，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截止录制这期节目的时间点，美国的经济数据并不好，通货膨胀依然非常高，美联储的利率还是高高在上，甚至还有可能继续加息。但是呢，股市却已经反弹接近新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投资者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投资者的情绪好转会带动全社会的情绪好转，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的风险偏好，最终会传导至经济基本面好转。这也是一种反身性的体现。以前我开玩笑跟一些网友说，只要股市一直往上涨，经济基本面不会太差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通过评估这2类要素，大致就可以知道当前的市场周期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张表格的内容来做评估。表格的上半部分是经济基本面的一些主要因素，
下半部分是投资者的情绪。如果这些数据的表述大多数集中在表格的左边这一栏，说明市场周期有可能是处在极端的高位。反过来，如果说大多数数据表述是集中在右侧，说明市场周期可能处在极端的低位。这张评估表的链接我放在影片的下方。除此之外呢，我还会在 Twitter 上每周发布这个持仓调查，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投资者的情绪。欢迎大家来参加投票，样本越多越好。当然，市场不是这样非黑即白的，投资更像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但是不管怎么说，了解这些数据有助于我们做出在大方向上正确的决定。如果 Tom 理解市场周期，我想他不会在市场周期低位、人人恐慌的时候卖出股票。相反呢，他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本去买股票。他可以建立一个进攻型的投资组合，比如说持有一些优质的成长股，或者受益于经济周期回暖的股票。或者他可以去市场里挑袋子，那个时候 A 袋子的数量比较多。我们说的这些袋子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 ETF 或者是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当然它也可以增加金融杠杆，比如说融资或者保证金交易。如果当时 Tom 了解到市场周期处在极度高位，那么他可能不会在那个时候买股票，而是持有现金或者投资更安全的资产，比如高利率的银行定期存款或者是高等级的公司债券。当然，他也可以持有一些具备垄断特征的非周期性公司。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使用金融杠杆。那么根据这张表格，你认为目前的美股市场处在怎样的市场周期中呢？欢迎讨论。